今天我们将去成都远洋太古里逛街，并顺便街拍一下。现在我们准备搭乘地铁前往太古里。成都地铁线有13条线路1至10号线、17至19号线。本地人在主城区域以内及其附近的区域，乘坐地铁通行完全没有问题。外地游客去哪里也都非常方便。由于是这近20年刚新建的，感觉规划得很好，也很干净、安全，并且费用也很便宜。2个机场，双流和天府国际机场，尤其是天府机场离市区较远，但也能搭乘地铁前往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春熙路地铁站，这是一个大站，很多的商家店铺在营业，还有卖吃的哦。现在我们要上到地面上去了，出去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——成都远洋太古里。太古里坐落于成都市中心，交通非常便利，是一座开放式、低密度的街区形态购物中心。北临大慈四路，西接沙帽街，南靠东大街，与春熙路地铁站直接相连，毗邻春熙路商业区。现在您所在之处是太古里与春熙路相连的区域。在太古里出现以前，传统春熙路商圈的核心在全光、一藤一带，在中山广场。然而后来，因为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出事，整个春熙路商圈的关注核心被东移至中沙帽街一带，包括金融汇、朗裕，还有周边社区像是被激活一般，开始充满人气与商家，人流如织，为环太古里的商气注入血液。你走太远了，别人把地图说了。成都太古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地，已经潮了很多年的街拍圣地。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发视频火了，内容就是成都远洋太古里的街拍，并配文：中国街上随时都准备好了举办时装周。2023年6月份，成都太古里街拍，国企领导与女子牵手事件冲上热搜第一。事件的起因是有一名摄影师在成都太古里街拍，拍到一对牵手的情侣，之后将拍摄的内容发布到网上，却有知情人透露，男方是名国企领导和其女下属，该领导、原配、小三还在一个单位，相关事件的热度也随即飙涨了起来。后续一系列的影响，网上都有不少报道。据说当时太古里紧急立牌禁止街拍，但此事件引发的关于街拍与个人肖像权的争论，却久未停息。太古里给出的解释是，不支持任何侵犯顾客肖像权的拍摄，以及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，欢迎顾客个人的自用型拍摄及分享。任何拍摄需不影响商家的正常运营，不影响他人的肖像权、隐私权。那么，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来了：在公共场合拍摄，如何定义个体的肖像权、隐私权？2024年1月，在英国伦敦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车站发生的 YouTube 直播钢琴即兴弹奏与个体肖像权事件，知乎也与此话题相关联。这是一个由于法律和文化的不同引起的争议和纠纷。一个正在油管直播，使用车站大厅公共钢琴弹琴的英国网红，把在旁边等着使用这个钢琴的几个中国游客拍了下来，
因为是现场直播，这些游客的视频也同时被上传到了他的油管频道。应该是中国游客开始不知道他是在直播的状态，知道后中国游客要求他删除视频，不要上传网络。但中国游客的请求遭到英国网红拒绝。他说这是公共场所，在英国公共场所拍摄并不违法等。双方各执己见，矛盾升级。警察来了，做了调解。此事件立即引发全网广泛的讨论与争论，轰动一时，各种说法不一。对此，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相关法规。在英美，又是怎么界定公共场所的隐私权的呢？在美国，法律规定，当你合法出现在公共场所时，你有权拍摄任何可见的物体，其中包括联邦建筑物、交通设施和警察的照片。但法庭、军事场所、设有标志牌不能拍照的博物馆等，这些特殊场所也不能拍摄。好了，还是让我们回到太古里来吧。太古里集结了一系列国际一线奢华品牌、潮流服饰品牌、米其林星级餐厅以及国内外知名食府。根据中国购物中心等级评价标准，2019年被评为国家5星购物中心，2020年被选为成渝潮流新地标。与千年古刹大慈寺相邻，更是给它增添了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韵味。太古里别具一格，纵横交织的里弄，开阔的广场空间展现了不同的都市脉动。太古里引入快里和慢里概念，快里由3条精彩的购物街连接东西2个聚集人潮的广场，众多国际品牌以独栋或复式店铺完整展示他们的旗舰形象，为成都市民提供畅快淋漓的逛街享受。慢里则围绕着大慈寺精心打造的慢生活理想，以慢条生活为主题，呈现出成都太古里另一张动人面孔。除了精致美食，慢里也引进各类文化生活品牌，为都市人注入美好的生活理念，让忙碌的他们在这里慢下脚步，邂逅生活的美好。成都太古里融合了历史的古韵、人文的优雅、艺术的光辉和街巷的购物休闲氛围，透过保留古老街巷与历史建筑，再融入2到3层的独栋建筑，以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和格栅，配以大面积落地玻璃幕墙。成都太古里既传统又现代，营造出一片开放自由的城市空间。在不断拥挤而向高发展的都市中心，成都太古里保留了一片低密度开阔空间，让阳光、雨露、鸟语与花香的体验变得直接而与众不同。太古里与大慈寺一静一动，方显包容。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和远洋集团携手发展的。太古里的名称来自开发集团太古集团，这是一家老牌英资洋行，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的贸易。那么它的中文名称太古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据称这是一则英国人误认中国字的趣事。
有传闻指太古集团的创始人约翰施怀亚的儿子，一直想为舒埃尔找一个中文名字。有一回在农历新年间，当他乘船驶进一个村庄时，发现村庄内差不多每户的门前都挂了写住大吉这2个字的徽春，因此他认定大吉必然是个好名字。不过，由于他不谙中文，不将大吉写成太古，于是舒埃尔的中文名字变成太古了。从进入太古里的第一刻起，我们就能感受到和常规购物中心截然不同的体验。有别于传统的封闭式大盒子购物中心，开放街区、低密度、独栋式才是远洋太古里的最独特的标签。如袁义信在《街道的美学》一书中提到，第 H 等于1的街区所带给人的最好的心理感受，这也正是人们在进入这个街区时所能自然产生心理体验。从宽阔喧嚣的城市街道，转身进入一个低层的小街区，心理上的尺度体验在悄悄之间完成过渡，城市带给人的疏离感消散了。在亲切的街道中，行人的步伐也无意地放慢了下来，交流也更放松了，自然消费时的紧张感也削弱了。这种逛街体验和封闭的购物中心中，人的心理状态是有本质不同的。
肉的。